多谢，多谢。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，请各位多多包涵。啊，干！好，来干！各位，请便，请便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高公啊！恭喜高公，恭喜啊！我敬各位一杯。是的，高公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高公，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，怎么没见着夫人呢？哎呀，今日呢，那人偶染风寒，身体抱恙，实在不方便见客。客气了。这蜡烛太大了吧！来，让一让，诸位，真够气派的。这蜡烛也太大了，真够冲的呀！真是太大了。这个怎么这么重？嘘，好好干活得了，废什么话？没有这能耐，真是。听得多见。你还别说，这东西肯定是造假的。是啊，对呀，是啊，台上真大，哎呀，可真足啊！就是。吉时已到，有请高公点燃高烛，祝愿高公福高寿高。好啊，好啊！小心，小心！你看，这不是高公的小儿子吗？冤啊！主人，冤啊！冤啊！元儿他好了，好了，拜托，拜托了。这红烛是谁买回来的？回官人，是小的亲自去订的。主人说50大寿应该好好庆祝一番，小的觉得这红烛喜庆又气派，所以就订了2根。谁知道，竟然会……那蒋师傅当时叮嘱我说，这么大的尺寸，制作起来颇有难度，所以让我今日去取货。这蒋师傅是？官人有所不知，这么大的红烛，长安城里除了蒋师傅，没有别的匠人可以做出来了。那，你是亲自去取的货？正是，这寿烛实在太大，还是4个家丁合力扛回来的。腕子，肠子，官人，您尽管问就是了。从蒋家到高府，中间可有停留过？回官人，没有，我们就想着赶紧给主人抬回来，生怕误了吉时。正是正是，一点都不敢耽搁，直接从蒋家运过来的。走走，主人，少废话，快走！哎，几位爷，几位爷，你一定是误会了啊！快走，快点！我看你是到位，官人，住手！官人，救命啊！官人，救命啊！你们是哪儿的？打高家来。你先起来吧。谢官人。
官人，高府的红烛就是从他家买的，肯定是他搞的鬼。就是，他若不是心虚，怎么会不还手？就是。哎呦，几位官人，虽说这红烛的确是从小的这儿买的，也的确是我亲自制出来的，可是小的真的不知道这里面出了什么差池啊！还请官人一定要明察呀！带我看看你的制烛工具。哎，好，官人，请随小的来。官人，这边请。都在这里了。这你家后门？小的为了搬东西进来方便，特意在那边开了个小门。近日，你可有丢过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小的每天睡前都会把门锁好，不曾有这样的事啊。你这门栓被撬过？啊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高家是出了名的富商，高婶财大气粗，儿子高远儿跟着他爹沾染了不少坏习气。高远儿在这一代算是富家公子里的头头，个性蛮横，蛮不讲理，总之不招人待见。但是毕竟高家最不缺的就是钱，所以无论他捅多大的篓子，都有他爹在背后替他担着。那高远儿怕是惹了不少仇家。树大招风，高府财大欺人，高远儿每日招摇过市，就连我都看他不爽。但是又忌惮于高家的实力，大部分的人也是敢怒不敢言。所以要说这仇家，估计很难查出来。说起来，怎么没看到三炮？哦，最近城里来了个有名的口技艺人，我想三炮去看他演出了。口技？口技。这鸡怎么卖啊？公鸡50文，母鸡40文。哎，这谁家恶犬啊？走开！干嘛呢？这里头还有几个人？快闪开！怎么晴天还打雷啊？下雨啦，收摊啦！表演吗？声音从里边发出来的，太厉害了吧！这也太神了吧！好，你这可真够神的啊，太厉害了！好。客官，您慢走。听说高家那个事儿没？哦，早听说了，神得很，还不是自作孽。平日里不积点阴德，这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了。你们在说高家的事儿吧？对啊，就因为那个高远，我都不敢让儿子往街上去。哎，终于死了，总算是清静喽。尸体上有很多凝固的蜡，很难清洗。死因查出来了吗？死者的后脑有被重击留下的淤血痕迹，应该是被击中后脑而死的。不是窒息而亡？不，
尸体口鼻内并没有蜡油，也就是说，高远儿是在死后才被放进红烛之中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藏有高远儿那红烛的残片。这红烛有问题。你看这个缝隙，很明显能看出内外的分层，这就解释了凶手是如何作案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事先准备了一根刨空了的红烛？没错，因为浇筑蜡油时前后有间隔，所以新凝固的和原来外面的部分就形成了分界。原来是这样。哦，还有，我在尸体上采集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尸体哪个部位？头部和肩部都有采集到，但都是少量。钱带掉了。方法人，我没有钱袋。今天心情不错啊，三胖，走路都带风了。哎呀，你不懂啊，我现在内心呐是10万分的激动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东市那个口技表演？我当是什么呢？就口技呀。我也会。就你，哈哈哈。想不想看一次？想。两文。切，来，给你啊，来。听好了啊。嘿，三伯，你玩我？你跟我去趟双叶呢。不去。钱照付。走着。哎，三伯，我2文钱。凶手事先准备好了刨去中间部分的红烛，然后将高远儿的尸体塞入红烛之中，再将融化的蜡汁从尸体的头顶浇下，凝固之后，从外部看起来跟普通的红烛无异。那这高远儿是怎么死的？被钝物击中头部而死。怎么了？这凶手煞费苦心的把一个尸体塞在红烛里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我看，他是想嫁祸其他人。你是说那个蒋二顺？我去他家后门查看过，门栓有撬过的痕迹。带我去看看。这些蜡烛都是你自己亲自做的？正是，小的不敢吹嘘，像这样的工艺，这长安城里绝对找不出第2家。那高远儿死的前一天，可有什么异常？小的那天，一个人熔蜡倒模，忙到晚上，这从模子里取出来，还得在外面晾上1个晚上。小的把这2根红烛摆在院子里，就去床上睡觉了。这异常，怕是没有。制烛的整个过程，只有你一个人？正是啊，这次的货非比寻常，小的不敢懈怠，还特意吩咐家人不许进来打扰。这每一道工序都是小的亲自过的手，所以，哎，去，走！也不知道哪来的野猫，白天夜里叫个不停，烦人的很，烦人的很，烦人的很。老板，官人，小的失礼了，失礼了。主人，您在吗？夫人，您在吗？怎么还没开始？老大，马上开始啊！这话你已经说了第4遍了。你闭嘴！鲍少卿，蒋家仆人有要事相报。
怎么了？上帝，贾主任死了啊！走，去蒋家。不，老大，马上演出了。不，师傅，等我，下回啊！唉，蒋二顺的尸体是谁发现的？啊，我。小的是蒋家的仆人，叫李四。你脸怎么了？刚才还没事啊。小的方才不小心自己划的。是我打的。这李四，他刚刚满口胡言，我一时怒火攻心，就打了他一耳光。蒋夫人，他说什么了？你这么生气啊？你自己问他。是这样的。昨天夜里，主任还没睡呢。你胡说八道！这些天我根本没有和我们家阿顺在一间房待过，更别说。蒋夫人，那你们是吵架了吗？是这样，前些日子我染了风寒，吃了几副汤药，才终于有了些起色。我怕我们家阿顺染上，所以这些日子都睡在客房。昨天夜里我也是早早就在客房睡下了。你说我这身子都还没好，怎么会跑去阿顺房里呢？可是小的昨夜的确听到房里有夫人的声音啊。你胡说八道！官人，这李四怕是要故意污蔑我。我知道，你就是对我心存怨恨。李四，你与夫人有什么过节？小的没有记恨夫人。啊，是这样，昨天早些时候，夫人让小的去端碗粥，可是小的不小心把夫人最喜爱的瓷碗给打碎了。夫人一怒之下就给了小的一耳光，但是我也知道，这都是小的不对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说些莫须有的事情？可是，如果不是夫人，怕昨夜真是闹鬼了。夫人，蒋二顺可有跟你提过这门栓的事？提过，那日你来过之后，阿顺就把门栓给换了，说是贼撬过了。可是我还是挺纳闷的，家里也没丢什么东西呀。这是新换的门栓？对呀，没错。这新换的门栓又被撬过？你干嘛？你咋这么香？嗯？哦，桃花香，我以为你体香呢。死者应该是因为喉管被插入异物所导致的窒息死亡。我以后娶媳妇的时候啊，我可不敢点这么多红蜡烛啊！就你这点胆量，一辈子都娶不着媳妇儿。哎，我哪儿胆量小了？你哪只眼睛看着我胆量小了？再一个，娶媳妇儿跟胆量小有什么关系？行了。哎，三毛，这凶手为何用红烛作案呢？让子苏再去查一查长安城里还曾有哪些蜘蛛匠人吧。三毛，我问你点事儿啊。我呢，要拜那个吹口技的人为师，我想让他收我为徒。那你找我干嘛？难不成你想让我帮你去说和说和？啊不，我是说，我第一次去找人家，送人什么礼物比较好？这最好办了啊！一只烧鸡，万事俱备。真的假的？当然了，不灵的话来找我。好。啊，老大，那个现在不忙，我出去一下啊。
你小灰灰，他不吃我吃啊。我的，哎，师傅，那个，我，师傅，烧鸡，刚出炉的烧鸡喽，买了不后悔，吃了才够味。烧鸡，刚出炉的烧鸡，长安城独此一家。快！哎，要最大的。好嘞，要最大的，最大的啊！快点！这长安城啊，就我这一家。你快点包！嘿，绝对让你大饱口福。你快点！您就吃吧。你这嘴呀，卖烧鸡真委屈你了。不用找了，我这，客官，你这不够啊！师傅，你是在喊我？是啊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师傅。我怎么不知道我还多了个徒弟？不是，师傅，你看啊，咱都一样，咱都是长一张嘴，你说你咋就能发出那么多声音呢？我这回去捣鼓半天也没捣鼓出来，太神奇了。雕虫小技而已。师傅，您太谦虚了。哦，师傅，这烧鸡是给您的见面礼。不是，师傅，您不喜欢啊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师傅，以后啊，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，就算我跑遍长安城，我也给你买回来。哎，小兄弟，不是，太客气了啊！师傅，不是，您别叫我小兄弟啊，你叫我徒弟呀。我不收徒弟。不，师傅，我不管你收不收我以后都会来看你演出的。三胖，怎么了？这是愁眉苦脸的，手里拿的什么好东西啊？喏，给你吧。哇！哎，师傅拜的怎么样了？我师傅没收我。他不收你？啊？那肯定是他有眼无珠。你不许说我师傅。好，不说，我吃鸡行了吧？客官慢走啊！你又在偷懒不干活啊？好啊，既然有鸡吃，晚饭不要吃了。哎，就算是牲口的话，也得喘口气吧？牲口也没你这样偷懒的吧？哎，其实吧，他不收你，我收你啊。你跟我学就行了，学费照样给。你凭什么当我师傅？唉，俗话说得好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。三胖，过来，我看你头上，过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可能这2天没洗头吧。你刚刚去哪儿了？
我一直跟我师傅走到他家门口啊，结果他也没收我。你那个师傅住哪儿啊？他就住在蒋二顺家附近啊，就是有桃花的地方。上次你不去过吗？给你烧鸡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烧鸡不吃了？存着晚上当宵夜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大爷。啊。您住在这附近吗？老夫就住在旁边啊。哎，大爷，您认不认识这家人啊？这家人啊，见过几次。不过这人挺怪的，大白天里老戴个斗笠，都不知道人长啥样。那他搬来多久了？他就是上个月才搬来的，大家跟他都不熟，他呀就不爱跟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往来。哟，赞哥回来了，等你半天了都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来，跟你们说一说我的新发现吧。你先听子苏说说他的发现吧。你上一次让我查长安城里置竹的人家，果然除了蒋二顺，还有另外一户人家，叫做吴玉。原本是吴玉家的生意好过蒋家，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这个吴玉销声匿迹，而蒋二顺却像是暗中得利，生意愈发红火起来。能发生什么呢？当年吴玉的儿子吴勇拿着一盏荷花灯在街上玩耍，被高玉儿和一帮富家公子撞见。高玉儿开口就让吴勇把荷花灯给他，吴勇不从，被高玉儿一把推倒，谁知脑后撞在台阶上，当场死亡。嚯，那高家岂不要吃官司了吗？行了，先别打岔。吴玉亲眼目睹儿子被高玉儿打死，高家却找了2个证人为其作证，说是吴勇自己撞上台阶的。高玉儿被判无罪。不久后，吴玉家失火，吴玉从此消失。为高家作证的其中一位证人正是蒋二顺，还有一个人叫做阿宝。阿宝？这个阿宝，他家在哪里啊？这个人是个本地人，平日里就是个酒鬼，不务正业。不好，凶手应该会出现。有人在家吗？哎，来了！你们几位是？大理寺办案。办案？办什么？我这刚睡醒，还有点迷糊。当年吴玉的案子，你可还有印象？吴玉？哎，这人。我倒记得，但是案子我实在是记不太清了。那你近日可有见过吴玉？这人现在应该离开长安了，这我去哪儿见呢？官人，还有别的事要问吗？没了。如果你见到吴玉的话，希望你跟我们联系。好的。你们走好。我们俩走了这么久的路了，有点口渴，方不方便赏我们一口水喝？家里太乱了，
不便迎客。官人您在这等着，小的我去给你端来也行。哎，谢了啊。不客气。两位官人，水。多谢。两位官人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接下来，我们来说说，你是如何杀掉阿宝的吧。官人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怎么称呼你啊？吴玉，是吧？官人，您这话让我越来越不明白了。你刚刚说你刚睡醒，所以给我们开门晚了。可是一个刚睡醒的人，衣服又怎么会穿得如此的平整呢？还有，阿宝是一个酗酒成性的人，所有酗酒的人眼底都会布满红血丝，而你并没有吧？刚刚我是故意让你帮我们倒水，可是你倒水花了很长时间，估计是找不到水杯吧？而且我看你第一次出来的时候，你来给我们开门，差点被门口的板凳绊倒。如果这是你家的话，你怎么会连东西摆在哪里都不清楚呢？所以我推测，你应该是刚刚到阿宝家不久，杀死阿宝之后，尸体还没来得及处理，我们就来了。所以你一直迟迟不来开门，应该是想把尸体藏起来。可是你又怕门口的人生疑，只能铤而走险，来假扮阿宝吧。吴玉，杀人者偿命。你为了你的儿子，已经葬送了3条人命。他们杀了我的儿子，杀人就得偿命，是他们该死。江二顺，这个王八蛋，他靠着做伪证的钱发了财，还放火烧了我的房子，他凭什么好好的活在世上？勇儿死了以后，我隐姓埋名，远走西域，苦学口技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重新回到这里，替勇儿讨回公道。少卿，发现一具男尸。为勇儿报了仇，我就别无念想了。九泉之下见到勇儿，我也就没有愧疚了。让让！哎，我以为我来晚了呢，没开始呢。啊，就知道，早就过了点了。啊，没事。这个点了，他是不来了啊，不能！来，开始了。哎，怎么没动静啊？人呢？怎么没声了？什么？各位，今天没有口技表演了，大师不会来了，大家散了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要捣乱了吗？不过如果有人想看我表演的话，还是欢迎你留下来。哎呀，散了，谁要看你表演啊？你真的胡说八道！怎么这么不给面子啊？我还会耍猴呢？怎么？你在这瞎搅和什么呀你？你凭什么说我师傅不来了？你师傅就是凶手。原本这吴玉的计划并没有什么漏洞，多亏三炮让我注意到了这些桃花的花瓣，我才理清了这所有的问题。过来。
吴玉原本就是一个制竹的好匠人，能做出那么大的雕花红烛，自然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吴玉先将高远儿绑架打死，装进事先制好的空心的红烛里，但他并未注意到落在高远儿身上的花瓣被一起封进了红烛里。夜深人静，吴玉撬开蒋二顺院门的门栓，并将蜡烛调包。谁呀？为了掩饰声响，不让人生疑，他便学出了猫的叫声。死猫，快滚！别打扰了大爷的好觉。滚！那蒋二顺死的那天夜里，难道也是吴玉演的一出戏？没错，蒋二顺的尸体带着浓厚的酒气，应该是当天晚上他喝着酩酊大醉才归。再加上蒋夫人得了风寒，独自在客房就寝，这不是绝妙的作案时机吗？吴玉在作案时，被门外的李四听到了声响。主人，你还没睡呢。为了不让李四起疑心，他故意演了一出云雨之欢，这李四自然知趣地离开了。随后，吴玉将蒋二顺用蜡烛杀死。但一个7尺男儿要模仿蒋夫人的声音，难道李四一点也没察觉到吗？我师傅的口技的确惊为天人。看来，你这演出还真是没白看。走了，吃烧鸡去喽！我连着看了4次，一次比一次精彩。谁打烊知道今天竟然了没有？我真是苦等了半个多时辰。谢谢。走了走了，哎，走了走了。太可惜了，这么精彩的演出没看上。你说他还会来吗？谁知道啊？慢走，可能去别的地方演出了吧。可惜啊。听说你们那案子结了。啊，听说这个人神乎其神，只是啊，老娘都没机会看上一眼。那有什么难的？小菜一碟。怎么，你也会啊？想看吗？上个点心先。胆子大了，使唤起老娘来了。正所谓艺高人胆才大吗？不想听啊？那就算了。来个。来什么呀？来一个，你不是要点心吗？来一个，你不是要点心吗？我让你来段口技。我让你来段口技。哟，学会耍范儿了是吧？学会耍范儿了是吧？想死是吧？啊！想让我削你了是吧？想让我削你是吧？给我过来！别跑！别跑！揍他！